日前，俄罗斯北方舰队高调宣布，携带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驶入大西洋，将进行一系列演习。这是继今年1月以来，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再度进入大西洋。1月份时就进行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计算机模拟发射测试，此番会否进行实弹试射，各方都在关注。那么，俄锆石导弹在大西洋如何震慑美西方？美国又会如何进行反制呢？ 据俄罗斯国防部和北舰艇，同时有能力打击陆上目标。俄军方还曾声称，西方国家的舰载防空系统是为拦截亚音速和超音速导弹设计的，对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几乎无能为力。而锆石的射程达1000公里，在敌人防区外就能发动远程攻击。从航行路线来看，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此次途经范围覆盖大部分北约成员国，而如果锆石被部署到中立水域，北约的决策中心也处于锆石射程内，这无异于发出信号，俄罗斯军队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地方。不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会怎么想，俄罗斯2350型护卫舰戈尔什科夫号携带着锆石导弹啊。 这个本身是有很强的这个政治意义的，尤其是它在世界大洋上频繁的活动啊，这也是对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力量、对它的政治能力的一种显示，也可以多少为俄罗斯现在在俄乌冲突之中的角色呢多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支持。 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一项计划显示，锆石导弹将从今年开始大规模交付俄罗斯军队。 6月，俄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海军上将表示，俄军所有新建成和建造中的护卫舰、轻护航舰都将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早在今年1月，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在大西洋西部海域参加演习期间，利用计算机模拟方式成功测试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当时，俄国防部指出，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演练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假想敌舰艇的打击。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该导弹命中900公里以外的目标。再看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新一次测试又受挫。美国国防部9月6号声明称，美陆军取消了原定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进行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飞行测试。 声明并未透露是什么原因导致测试被取消。不过，这一决定引发外界质疑：该项目的研发时间表能否按计划执行，以及美国陆军能否实现在今年9月30号前宣布该武器具备初步作战能力的目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称，2021年以来，美国陆军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已经有多次测试延迟和取消。 暗鹰导弹曾计划于今年3月进行试射，也因故取消。当时，美国海军中将、美海军战略系统项目主任约翰尼·沃尔夫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透露，取消的原因是飞行前检查时发现导弹上的电池未能激活。据报道，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由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合作开发，除了陆基发射型号外， 美国海军还计划在弗吉尼亚级布洛克5批次核潜艇以及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配备这款导弹。这个导弹如果测试都一再推迟，乃至于严重影响项目进度，那么部队的作战能力啊，就根本上就丧失了，因为你有车无弹。 那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美国整个它的部队的战斗力啊。 那主要是影响到它这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影响到美国的整个政治战略和外交战略，这个是相当致命的问题。高超音速导弹发展遇到瓶颈，让美国更注重反高超武器的防御盾。美国动力网站9月5号报道称，为探索如何更好地保卫美国本土，抵御所谓中俄日益先进的巡航导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已经开始一项新的工作部署。 报道称，这项工作中可能包括在美国境内的关键地点恢复防空导弹基地，但规模不会达到冷战时期水平。目前，美国的国土防空主要由部署在关键地点附近的战斗机来执行，
美国目前仅在首都华盛顿永久部署了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复仇者短程防空系统。美国还有部分防空系统可在战争爆发或遭遇其他重大危机时进行部署，但这些防空系统数量有限。美国军队大举恢复和加强要地防空能力，就是为了去履行它的大国对抗的这个目标。那达到他的这个罪恶的政治目的，这个是美国整套逻辑和他的套路。除了高超音速武器，美俄还在战略武器上展开军备竞赛。据俄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称美军在试射民兵3之前已经提前通知俄罗斯。有评论指，美军的试射本质上就是在回应俄萨尔马特服役的消息。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射民兵3型导弹，其实就是为了针对俄罗斯的萨尔马特导弹进入战备执勤。那俄罗斯军队以前共有9个团46枚部队长官，现在呢要逐步都换成萨尔马特，那么它的这个打击威力实际上要更强。所以说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话，那么美国更需要在这个时候去表现它的威慑能力。目前，美国正在研制新一代洲际导弹哨兵。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解密版本和态势评估报告中表明，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自1970年就开始服役，已经过时。因此，美军需要尽快研制哨兵导弹，对其进行更新换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指示国防部采取一些相对低成本的措施，支撑美国的威慑态势。其中也包括了研究哨兵新型洲际导弹公路机动的可能性。分析指出，俄罗斯在核武现代化升级中发展出了由发射井发射的萨尔马特，以及既可用发射井发射，也能公路机动发射的亚尔斯。这2款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极大提升了俄军的战略威慑能力。在此情况下，美国可能有点坐不住了。美军当前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仅有发射井式民兵3，而在冷战时期曾尝试研制诸如公路机动发射导弹和铁路机动发射的 MX 导弹。据报道，美国代号诸如的导弹至今仍是世界上重量最小的洲际导弹，导弹全长约16米，弹径约1.2米，最大起飞重量仅有16.8吨。可携带1枚重约200公斤的 Mk21小型化核。它的这个核霸权，它想去维持，恐怕并不能够成功。俄护卫舰携带锆石进入大西洋，最大速度9马赫，射程1000公里，向美西方发出怎样威慑信号？美媒爆料，美军或将重启本土防空导弹基地，是否在忌惮俄高超音速导弹？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俄罗斯北方舰队日前发布消息称，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驶入大西洋。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传出，为了抵御潜在的巡航导弹威胁，可能在本土重启多个地空导弹基地。杜先生，两者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性呢？这次戈尔什科夫号携带锆石导弹大西洋活动，目标是美国航母编队。凭借这枚速度快、射程远，而且具备超强突防能力的导弹，对于美国航母编队能够起到冻结效果。同时对于美国北约在波罗的海、包括大西洋以及北海地区的演习，也能起到警示效果。但这条船不仅在大西洋活动，之前曾经在美国海岸线进行过各类演习。如果按照目前护卫舰加上锆石导弹的射程，抵近美国海岸线之后，可以用这种导弹对美国内陆发动攻击行动。而且目前看到全球还没有一种防御系统能够侦察、预警、拦截这种武器装备，所以美国在本土大张旗鼓地进行防空反导设施的这种组建，包括密度的增加，实质上呢还是想做一些实验。如果面对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对美国本土的打击，
美国用什么去防御？像之前美国本土陆基中段、萨德、爱国者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但是都是对惯性弹头的一种防御，但是对超高声速武器没有防御能力。美国同时展开多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然而被认为最快进入服役阶段的陆军暗鹰导弹，日前又因未通过起飞前检查而取消测试。崔先生，美陆军曾希望在今年底之前让暗鹰具备早期作战能力，您认为还有可能实现吗？美军这几年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就看着其他国家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取得的成就，非常的眼红以及心焦心急，所以呢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吧，无论是他技术积累方面的原因，还是其他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导致他搞的这最早一批本来是准备作为急救章的这一批，无论是空射的也好、潜射的也好、陆基的也好，这一批的高超音速滑翔武器进展都非常的不顺。这个暗鹰的话，实际上我们从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可以看作是海陆军共同发展的一款武器，是要共用的。那海军去发展它的助推段，陆军呢去发展它的这个弹头，它在今年年底实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部署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部署之前的话，它必须进行3次成功的试射，每次试射的话，这个考验的这个性能和能力都不一样。那么结果呢？去年6月份搞了第1次试射，我们姑且叫做它部分成功，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到今年已经到9月份了，才安排第2次试射，还因为准备啊或者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临阵突然又把这次试射取消了。那这么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到年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近日，美国海军大张旗鼓地派出美国号2栖攻击舰编队前往朝鲜半岛海域，随后美韩海军将开启10年来首次在黄海海域的演习。而就在同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庆祝活动，朝鲜第1艘核攻击潜艇高调下水，又释放什么信息？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崔义亮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5号报道，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由美国号2栖攻击舰率领的美国2栖戒备群和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将参加仁川战役73周年和美韩同盟建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15号，美韩军队将举行一场规模庞大的重演行动，让人们能够回忆起仁川登陆。参与其中的有20多艘舰艇、10多架飞机以及3300多名官兵。另据韩国 SBS 新闻报道，这也是美军10年来首次在黄海进行大规模演习。韩国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对 SBS 表示，虽然表面说是带有作秀性质的重演，但实际上美韩军队将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贴近实战的海军登陆联合演习。有网友对该活动本身表示质疑，指出美韩2国居然在和平年代怀念战争，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是想显示美国的军力在这里的存在，是想显示和韩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在它的背后啊，是想推行啊这种美国的所谓亚太战略，是想加紧呢这个半岛局势的紧张，因为半岛局势紧张了，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韩国和日本的这个联合。据报道，美国上一次在黄海进行重大军事行动还是在2013年，当时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率领的航母战斗群参加了美韩联演。自那以后，美军只派出较小的舰队或单艘军舰进入这片水域。有观察指出，中国是黄海沿岸的最大国家，中韩在黄海海域最窄的距离不到230公里，地理位置极为敏感。通常外国军队不会来此地演习，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联演，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争端。中国方面就曾严正指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用舰机在黄海以及中国近海从事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活动。而此次美军大张旗鼓来到黄海，显然用意不善。美国呢，好像是在这儿展开更多的这种军事演习，是针对朝鲜的。但是在这个区域里边是中国的家门口离中国也很近所以这里边的就是隐藏的或者潜含的这种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和对中国的这种威胁也是存在的。
美国海军出动美国号2栖攻击舰在黄海与韩国海军举行大规模演习，被认为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拱火系列动作的又一次升级。那么，这艘被称为“闪电航母”的大型战舰进入黄海会对周边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美国号是最新型的美国级2栖攻击舰首舰，于2019年接替上一代2栖攻击舰黄蜂号部署日本。从外观上看，两艘舰的整体布局基本相同，但是美国号更大，满载排水量近4.5万吨，吃水9米左右，而黄蜂号的满载排水量为4万吨，吃水8.1米。而在设计上，这两款2栖攻击舰都采用了全通飞行甲板设计，而且还有甲板下机库，因而都能够搭载较多的舰载机。尤其是美国号增大了飞行甲板的尺寸，取消了雾舱，扩大了机库，容纳的舰载机数量更多。美国号的典型舰载机配备为12架鱼鹰轻转旋翼机，是垂直登陆中兵员运输的主力；6架 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固定翼舰载机，这是空中火力的主力；4架种马王重型直升机，这是物资运输的主力，主要负责调运重型装备和弹药物资；7架蝰蛇武装直升机和毒液通用直升机，前者呢负责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而后者负责战场侦察、监视、联络等；2架骑士鹰搜救直升机负责救援等任务。此外，美国号的舰载机搭载方案还可以根据任务需要进行灵活调整，比如说可以只保留2架骑士鹰用作海上搜救，撤走其他所有的直升机，转而搭载20架 F-35B 承担类似中型航母的任务。在2战之后，美军进行的局部战争当中，美国海军就曾用2栖攻击舰来扮演航母的角色。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黄蜂级2栖舰的巴丹号和好人理查德号就曾各搭载20架耀式舰载机，配合尼米，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航空作战方面。宽度和高度呢，相对要小一些啊，比如说像美国呀、俄罗斯啊或者英国呀。他们的这些战略导弹核潜艇啊，这个直径都是10几米啊。那10米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搭载这样的导弹。而朝鲜的这个潜艇呢，它没有这么高的高度，所以就要在这个尾壳后面高出来一块。实际上呢，就是安装这些导弹的，使这些导弹呢能够从就是它尾壳后面的这个凸起这部分呢，垂直装填，然后这个来进行发射。朝鲜还大方地公开，美韩两军在朝鲜半岛东边举行双龙联合登陆演习，如今又要在半岛西边演练2栖登陆，而且规模都相当的大。那崔先生，美韩会采取怎样的联合登陆战法呢？为何说登陆演习进攻意味极强？那么接下来正要举办的这个演习呢，它透露的信息还不太多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以上半年的这双龙演习作为一个分析的案例。按照韩国的这个报道的话，还有美军的报道，他在双龙演习里边投入了像 F-35啊，还有这个 AH-64这2种兵力参加进去之后，我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战法，空地协同的味道，或者说协同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你具体看演习画面的话，就会发现它的登陆战的样式非常的传统啊，还是这个泛水，从它这种2栖登陆作战。大规模的2栖登陆作战，它实际上能发挥一个奇袭的作用。它在正面战场之外，选择性的开拓了一个侧翼战场。侧翼战场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正面战场，即便双方都僵持住了，不相上下，那突然从它的这个腹地打开一个缺口的话，任何一支这个作战力量很可能都难以招架这种进攻的态势。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举行大规模的这种2栖的联合演习，都会在半岛这个整个的这个态势里边搅起新的浑水，掀起新的波澜。朝鲜首艘战术核攻击潜艇金君玉英雄号日前下水，外界对这艘潜艇具有怎样的战力格外关注？它搭载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又会对美日韩产生怎样的冲击呢？杜先生。这条艇跟苏联时代的高尔夫级大致相同，在常规艇内部结构不可以增加的状态下，通过延长指挥塔尾壳，实现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装建。从朝鲜展示导弹发射装置细节去看呢，4个大的发射井
6个小的发射井。这种4+6的结构，说明朝鲜凭借一条艇可以实现高低结合、远近组合这样打击模式，在全球特别罕见。那在核动力潜艇技术无法突破的状态下，通过常规潜艇搭载核打击平台、核运载工具，这也是朝鲜式的创新和发展。如果面对美国、北约强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美国在半岛地区所形成的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包括 B-1B、包括 B-52所形成的立体核威慑布局去看，朝鲜这种反击能力，包括布置能力，也是无奈之举。所以，通过展示在近岸地区，通过潜射导弹、巡航导弹、核弹头去攻击美国、日本、韩国的重要设施，也展现出了朝鲜核遏制和打击能力。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援，包括由坦克发射的贫铀弹。这是美国首次向乌军提供这种有争议的贫铀弹。对此，俄罗斯猛批美国是处心积虑阻挠俄乌从冲突走向和平的谈判桌。那么，乌克兰使用装备贫铀弹的美制主战坦克将如何影响战场态势？为何说美国是为了一己私利祸害几代乌克兰人？美国国防部9月6号宣布，价值1.75亿美元的新一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中，包括用于美国援乌 M1A1艾布拉莫斯主战坦克的120毫米口径贫铀穿甲弹。今年7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现在，美国又解锁了更饱受非议的贫铀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相信贫铀弹将在战场上帮助乌方提高作战效率。他声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贫铀弹不构成辐射威胁，乌军将负责任地使用这些贫铀弹。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反驳，这是谎言还是蠢话？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是非人道的标志。显然，痴迷于给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的华盛顿，准备不仅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而且还打算疑惑整整几代人。美英为什么还要提供这种武器？是因为他们怀着一种非常恶毒的心理，就是第一，借着宣传提供贫铀穿甲弹，想对俄军官兵造成心理的震慑。那么第二点，一旦若干年后在前线参加过作战的俄军官兵大规模的得了严重的疾病，进而有可能影响到俄罗斯的社会层面，那么它也相当于间接的成为美英削弱俄罗斯的一个手段和工具。继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及配套的贫铀穿甲弹之后，美国也要向乌克兰提供 M1A1以及配套的贫铀穿甲弹，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对。那么乌军战力会得到多大提升？代价又会有多大呢？M1A1艾布拉姆斯属于战后的第3是装上了贫铀装甲。当时美军在 M1A1炮塔正面换上了贫铀装甲，一些伊拉克军队 T-72坦克发射的穿甲弹明明打中了 M1A1坦克正面装甲，却未能击穿。据统计，美军派出1848辆 M1A1参战，只有9辆被彻底击毁。美军在局部战争中大量使用贫铀弹，贻害至今，而美国却仍在极力否认，显然是不想承担战争责任。此次一揽子军援将经由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提供，由美国向防务企业或伙伴国家采购。该计划还允许美国国防部修订现有防务合同，把军备运往乌克兰。此前，美国国防部还使用总统提用权，从美军现有库存中调取武器装备援助乌克兰。据今日美国7号梳理，自乌克兰危机去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大约760亿美元军事、人道和金融援助。这些援助既动用国防库存，也利用联邦预算拨款，部分资金由国会批准，部分来自政府行政行为。另外，美国国会经由对外军事资助项目拨款46.5亿美元，允许乌克兰或美国盟友为军备提供补助或贷款。面向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对外军售和美国企业直接商业军售也分别达到6亿美元。美国媒体8月底报道，美国对乌军事援助超过430亿美元。今日美国称，
美国国务院共授权1.4万多家美国境内实体向乌克兰等外国政府提供军用级武器和装备。美国国务院记录账目显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总计向乌克兰运送3亿发小型武器弹药和手榴弹，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弹药，1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弹药。198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和超过200万发同口径炮弹，31辆艾布拉莫斯主战坦克，186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500多辆防地雷伏击车。从俄乌冲突一开始，大家看得非常的明显，就是美国力挺乌克兰啊，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弱俄罗斯的绝佳的机会。而且西方的一些高层政要也公开喊话，不能让俄罗斯赢啊，所以这种援助会持续下去。因为从目前普遍公开的一些评论或者预测来看的话，因为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消灭殆尽，一旦美西方停止这样的援助的话，那么乌军大概只能挺1个月啊，就会彻底失败。所以美西方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只要还是美国民主党执政的话，那么对乌克兰的援助就会继续下去。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美国将成为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赢家”的评论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安全政策上，美国都将从乌克兰危机的后果中收益最多。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今年1月的报告称，美国从乌克兰冲突中获取至少217亿美元直接财政收益。根据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作局的数据，2022年美国批准向北约盟国出售武器的数量和价值均比2021年增加了近1倍。对庞大的美国军工复合体来说，只要战争持续，他们就能从中攫取更多的利益。9月6号，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乌克兰，不仅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超10亿美元新援助，其中超6.65亿美元用于军事目的，还视察乌军阵地、观看排雷训练。杜先生，您是如何看布林肯在乌克兰的这番操作的呢？布林肯在敏感时刻访问基辅，主要3个意图。首先呢，是为乌克兰政府打气，反攻到达了关键时刻。如果通过美国援助、美国力挺，这样呢，乌克兰会感觉到美国对自己强大的支持，资金、经费、弹药，包括北约的指挥体系，这样的反攻行动或许能够取得某种进步。第二呢，是给西方国家打样。目前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呈现出了高度疲惫状态。如果美国率先在乌克兰提供资金、提供弹药、提供新型武器装备，西方国家会效仿。美国也乐于见到美国的所谓示范样式，让西方国家能够跟进。第三呢，是给俄罗斯打击。目前前线地区相互焦灼，如果美国提供了新型主战坦克，提供了陆军战导弹，这样无论是对前沿作战能力，包括纵深作战能力，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美国五角大楼日前宣布新一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包括用于美国援乌 M1A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120毫米口径平油弹。俄罗斯方面怒批，这表明美国打算在乌克兰疑惑整整几代人。崔先生，您是怎么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和平油弹的呢？那为什么这2种武器就是争议这么大呢？我们挨个的说。第一个，集束炸弹，按照北约的统计，他说我这每打出100发的话，里边就可能有10发上下，他没有爆。没有爆了之后，你想想，战争一结束了之后，有平民在这儿活动的时候，万一这个人遇到这个未爆弹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说，这个安全的隐患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那第二个，贫铀弹这种争议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使用的那个区域对一般的老百姓健康带来的这种风险了，甚至美军自己也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你使用贫铀弹的这些弹药的部队，这里边的人也有很多健康状况甚至一些这个生育能力等等的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当然，美国国防部对这种说法都是一直就是矢口否认。那么，如果从这2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美军使用贫铀弹或者是向外提供贫铀弹这个事儿上，其实有点是既影响了当地平民，甚至也有可能对自己的军人健康生命的安全、生活的幸福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俄军使用短号反坦克导弹接连击毁2辆英国援乌的挑战者2坦克。从视频来看，挑战者2坦克完全没有反应，被击毁前似乎并未察觉到危险。那杜先生，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是否意味着美军 M1A1 交付之后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豹2挑战者2再加上 M1系列主战坦克，号称是西方国家最好的坦克，而且在每年年度排行表上都位居前列。但目前看呢，在乌克兰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各种所谓的带引号的事故频繁出现。豹2坦克被雷区阻滞，被远程重型反坦克导弹打穿。挑战者2坦克被短号导弹命中，也说明呢，在雷区复杂地形条件下，这一类在中东具有光环的主战武器装备，目前正在被挑落神坛。随着美国 M1A1A2 系列9月份到达乌克兰，如果把俄罗斯目前障碍体系、火力打击体系2个体系相互组合，我想对于美国即将到达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是厄运当头。